大家好，MetaHuman Modeler Pro 最近做了一次更新，来到了 VA2 版本。V2 版本的主要功能是增加了多视图参考的功能，这样大家就可以使用多个视图来参考进行建模了，而并不一定要局限于之前的版本只能用单张正视图。下面我们进入教程。首先我们要生成一个角色的多个视图的参考图片，这里我使用的是豆包。我首先让它帮我生成一个提示词，然后根据这些提示词去生成每个视角的图片。这里就是我生成好的6个视角的图片，我已经把它下载到了本地。这个就是我选用的4个视角的图片。接下来我们回到 Blender， 我们安装好我们的V2.0 版本的插件以后，我们首先点击 Import Model， 它会导入一个基础的模型，这个模型包含面部、眼球还有牙齿。我们后面实际上是只用到这个头部，然后我们导入我们其他视角图片。这是正面，侧面45度，右侧45度，还有一个右侧90度。我们这里应该用到这4个视角就够了。我们再导入一个其他视角，这个视角实际上是左侧45度的一个裁剪图片。我导入这里主要是用来后面说明一个相机对齐的问题，你应该如何设置参数。比如我们选择正面图片，这个时候我们设置了 FOV 是20，我们点击 Camera Align， 这个时候插件就会帮我们自动对齐到这个角色上面。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来到这个视角，我们也选 Camera Align， 这个时候我们只看见图片放大一下，但是没有对齐。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 FOV 调小一点，如果这次再点击 Camera Align， 好，这次它就可以对齐了。这个就是我主要想强调的一个对齐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把这张图片删了。我们来到 Left 45度，我们一样点击 Camera Align。好，右侧我们也对齐一下，点击 Camera Align。然后这个是右侧的90度，我们此时点击 Camera Align， 它也可以大概对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比如这张背面的图片下载，这个时候我们点击 Camera Align， 它会点击没有 Face Detected。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或者说你选用了一个什么其他的怪异的视角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解决呢？我们这里演示一种方法。我们首先插开一个视图，我们点击 Back.png， 实际上 Back.png 对应的相机就是这个相机。我们这个时候来到无右视图 Lock， 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用无右 Lock 这个功能。我们选中 Face Mesh， 然后选择 Camera to 无右。这个时候我们在左侧这个窗口点击上下移动或者平移，这个时候我们运动的就是相机了。比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这个相机处于激活状态，所以我们来到右侧视角，首先找到我们的头的模型。好，它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需要首先把模型移到上面去，所以我们只需要一直缩小，在左侧缩小，然后这个时候就和我们普通操作相机移动相机位置是类似的。
我们取消这个时候就可以整体放大视图，然后勾选它，我们就可以微调。如果你觉得鼠标移动这个晃动太大，你可以选择这个来轻微的调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背部大概是对齐的了。我们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这个方法，这种方法几乎你可以用很快速的将头部模型大致对齐到一张图片上。我这种方法，使用的地方主要是当插件内置的算法没有办法很准检测到人脸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测得很厉害的时候，比如现在可能它测得不厉害，所以我们能检测到人脸，所以它大概能对齐。如果人脸测得很厉害的时候，算法可能这个时候没办法自动评估出来一个相机位置，就需要你按照这个方法演示的方法来去自动调整一下相机位置。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调整模型。我们相机对齐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可以直接点击 Fit Face from Image。好，这个时候它算法会大致帮我们去通过人脸的关键点来进行一个拟合，但它拟合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不采用这个拟合的方式。比如你可以把这个正则调小一点，我们再点击拟合，它的变化不是很明显。我们把 FOV 调大一点，再点击拟合。好吧，这种方法不是很好用，所以并不推荐大家用这种方式，而是用 Patch Tools 来做。我们来到这边，我们进入 Patch Tools 点目，我们说一下我们调整的大致的原理，就是我们首先调整模型的五官，让模型的五官和图片的五官大致对齐，然后我们再去调整细节，比如双眼皮啊、鼻子的形状啊、眉毛的形状啊，这是我们调整的一个思路。好，下面我们就进入调整。我们首先还是回到不拟合相机不拟合人脸那个状态，我们撤销几次。好，这个就是我们不拟合人脸的状态。我们首先调整下巴，这是下颌骨的位置。我们把这边也调整一下。下巴调整好以后，我们调整一下嘴唇的位置。嘴唇调整完，我们调整一下鼻子。然后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先把眼球隐藏一下，调整一下眼睛。好，这样五官就大致对齐了。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细节形变模式，我们可以
拖住鼻子这个点向中间拉，让鼻子变得和图片更贴近一些。我们这是按右键退出，我们这时候来到左侧，我们此时按住 Ctrl， 放大一下。我们按住 Ctrl， 如果红圈和这个白色圈重合的时候，此时按鼠标左键点击一下，它就可以取消这个锚点固定。这个时候我们拖前面那个点就可以移动了。我们觉得移动好了，我们这时候 Ctrl 加鼠标左键就可以让这个点固定住。类似的，我们 Ctrl 把右边这个点也调整一下。好，我们觉得眼睛的外围的位置调整好就固定一下。我们调整一下双眼皮的位置。当锚点加太多的时候，我们按住任意点随意拖动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取消一些点，这时候固定住。类似的，我们调整一下左眼。我们发现此时如果我们把这个点固定住，再拖其他点就没办法移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把这个地方和这条线一重合的话，就只能把这个点取消固定。这是我们固定性。好，我们正面调整完以后，就可以来到侧面45度。这个时候我们要，因为算法对齐的不是很准，所以我们首先还要自己调整一下。我们把光标移到嘴这里，我们让平移 transform 的锚点改为 3D cursor， 然后我们来到无右模式。这个地方我们要让 left 45这个相机处于激活状态，
然后勾选 Camera to View。这个时候我们点击旋转，我们就会发现相机可以围绕我们选定的点去旋转了。我们点击一次 R 就是这样旋转，点击2次 R 就可以这样旋转。我们之前嘴巴调整好，我们这个时候摁 S 就可以放大和缩小。我们尽可能选择一个看起来大致对齐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细节的调整。我们进入 Detail Deform 模式，然后选中这个点就可以平移鼻子。我们目标就是让侧面看起来尽可能多的和图片重合。我们这里可能就发现有点调整不了了，我们就先放在这里，先不管它。调整一下嘴巴这里。我们调整好就把这里加个锚点固定住。像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放在先退出，我们就可以用在手工雕刻的模式，把这里我们使用 Elastic Grab 这种方式，把这里手动向外推一点点。好，我们退出雕刻模式。我们发现这里也没有重合，我们可以再在 Detail Deform 模式下调整一下。好，这里我们就调整到这样。接下来，我们来到右侧45度。类似的，我们需要先
在我们相机标定的基础上，再去调整一下相机的位置。我们首先要选中这个45度相机。要记住，如果你想整个移动视图的话，就要取消勾选 Camera to View。我们大概嘴部对齐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再去稍微调整一下相机视角。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里面再调整一下。如果你在左边不太好调整的话，可以来到这一侧进行调整。如果你觉得还是调整不到位的话，就可以进入雕刻模式，然后选择这个 Elastic Grab。我们在这里稍微拖一点点往里。这个弄完以后，我们可能觉得下巴这里，我们看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能不能调整一下。鼻子这里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这块我们有一点点看不清，但它这块鼻梁应该是更高一些。
我们来到左侧45度，这块比例我们调矮了，需要调回去。我们把这块锁定。好，左侧我们调好了。右侧这里，我们只能用手工雕刻的方式了。好，我们来到右侧90度。我们再调整一下相机的位置。我们首先让嘴巴对齐。我们选中90这个相机。好，因为这些图片都是 AI 生成的，它也并不能保证多个视图的一致性，所以我们只需要选择一个我们看起来综合大致重合的比较多的情况就可以。这里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来一点点。
好，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结果可能看起来就是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双眼皮可能没有那么像，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我们可以先把双眼皮的宽度调整成和图片接近。我们主要是调整形状和原先的眼睛接近。感觉这边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入 Scale 模式来调整一下眼睛的大小，让它的眼睛大小尽可能和我们的原图接近。可以再调整一下嘴唇。
到45度。其实目前这种方法没有办法做到说各个视角都完全重合，只能说你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把这个各个视图来当做参考来做。因为有的时候你调整了正视图重合了之后，很有可能侧视图它就不能完全重合了。这个原因也有多方面，首先是因为相机的视角是我们自己调整的，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和图像真实的还原图像的相机位置。另一方面是这个图像是AI 生成的，它也没有办法保证多视角真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折中选择各个视角合适就行了。好，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弄完的结果之后，这块法令纹很深，我们可以自己再手动平滑一下。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角色，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让他看起来是年轻的。把这个法令纹平滑一下。让我们做一次发线平滑。好，最终可能这个角色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把他的耳朵位置也调整一下。是的，我们把这边的耳朵位置也调整一下。好，这样我们差不多就完成了这个模型。其实我们能看见嘴唇这里其实是可以再往里弄一弄的，因为我不是很擅长雕刻，所以很有可能做的不是很好。我们退出这个模式，我们再点击一下，好，它又回到这个。好，正面这块也还好，没有什么影响。侧面感觉这里我们可以再进入手工雕刻模式，再往外弄一弄。
退出雕刻模式。这个时候也进入雕刻模式。好，退出。好，就差不多。我们把眼球显示出来，调整一下眼球的位置。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这个点，可以，就是来这边找。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入左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好，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各个位置都调整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再调整一下，因为它的嘴唇没有很对称。好，我们调整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 Bake Process。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在正视图下把正视图的贴图映射到这个角色模型上。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的效果。好，接下来这个时候这个贴图，你可以进入贴图绘制模式下去修改这个贴图，你也可以进入 PS 的模式下去修改。这里我就不再修改了，它的贴图会自动生成我们的导入这个路径下面来。比如这个就是我们生成的面部贴图。我们改一下它的名字。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个模型将这两个合并。就是选择 Apply All， 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模型了。然后我们把它导出 FBX，
放到这个叫 Face Selected Objects， 不需要动画，我们只需要 Mesh， 然后点击导出。类似的，我们导出左眼。Left eye， 然后导出右眼。哦，选错了，我们要选择导出 FBX。然后导出牙齿。好，导出完以后呢，我们回到引擎，我们要将刚导出的 FBX 导入到引擎。这里我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导出 FBX， 因为直接导出 OBJ 再导入引擎的话，它似乎有一个什么 bug， 就是你这里即使添加了 offset rotation， 它的旋转也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导入 FBX 的话就可以。好，我们可以把这个 Face Matte 删掉，我们用不到。把它删掉。好，我们保证我们的视图看见这个mesh是向上的就可以。接下来我们导入眼睛。我们就不要导入材质。我们再导入右眼。我们再导入牙齿。好，这些导入完之后呢，我们再把我们刚刚修改名字贴图导入进来。好，然后我们新建一个 MetaHuman Character 的角色，我们就叫 MetaHuman Pro V2， 双击打开它，然后我们 Head Confirm， 我们 From Template。这里我们就选择 Face Left Eye Right Eye， 然后 Teeth， 然后点击 Confirm。 好，这个就是我们雕刻的结果。我们把 Skin 导入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眼球好像位置有点不对，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不导入这些，让它自动来帮我们生成一个眼球的位置。如果你觉得还有哪里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在这个雕刻模式下面再继续的修改。我只是觉得引擎的这个就是操作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比如它也是通过按 click 的方式来调整，比如这里你可以调整
双眼皮的大小等等。我这里就不再演示这个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身体，之前有人觉得这个身体不太像，我们其实这个身体是可以调的。我们可以把调小一点，然后让它瘦一点，可能我们就觉得更像了。然后我们把它的材质是可以换一下，我们把面部的材质可以换一下。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好。它这个 skin tone 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整体改一改，然后给它找一个眉毛，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给它找一个头发。头发完了之后，弄一个睫毛。然后我们给它创建一个绑定就可以了。睫毛，这个睫毛目前没有显示出来，我们要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好，这次就有。好，然后我们给它简单的创建一个绑定，比如创建一个 joint rig 的这个绑定。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一段动画播一下。像这里眼睛这里就是需要修改贴图的地方，还有嘴唇这里。
主要是嘴唇这里沾上了牙齿，然后其他地方就看着还好。好，我们的教程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